先生，您淋透了，快上楼换件衣服吧。太太，先生淋了一路冷雨，回来就醉倒在房里了，我怕他身子受不住。不得不承认，霍延川生得极好。若非当年那场意外落下隐疾，这样完美的男人，我这辈子都高攀不上。他意识昏沉，根本没办法吞咽退烧药，我只能给他做物理降温。高烧39度5失去意识，我想试一试祖传药膳到底有没有起效。这一年我和他相敬如宾，别说同房，连牵手都没有过。意外真是短暂又仓促，竟然3分钟就结束了。长得是真好看，身材也无可挑剔，就是太不中用了。我在干什么？如果霍延川醒过来发现我趁虚而入，他一定会厌恶死我的。绝对不能让他发现，反正体验感也并不好，就当做我一个人的秘密。不会被他发现吧？希望明天早起他什么都不会察觉，这一晚就当是一场荒唐的噩梦吧。清晨下楼时，我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。万幸，霍延川似乎对昨晚的荒唐事一无所知。太太，您脸色不太好，是昨晚没睡好吗？他依旧是那副淡漠的模样，天生不能说话，让我习惯了收敛存在感，从不主动。我去公司了，也不敢靠近。昨夜那场意外成了压在我心底不敢触碰的隐秘。我以为这件事会永远尘封，可我忘了，在中医世家长大的我，终究还是低估了那碗药膳的后劲。怀孕了，竟然真的怀孕了！全程都说霍延川绝死不育，可那一晚，看来爷爷留下的祖传药膳效果比我想象中还要香人。礼服收到了，试试合不合身。今晚陪我去参加豪门晚宴。爷爷特意叮嘱让我带你露面，你准备一下，司机8点去接你。结婚1年，他从未带我出席过任何场合。我知道自己不会说话，去了只会沦为笑柄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要怎么向他开口？你这样穿很美，自信一点。我不知道他的称赞有几分真心，却莫名抚平了我心底大半的自卑。瞧，霍家那个哑巴媳妇儿终于见光了。长得清秀有什么用？这畏畏缩缩的样子，妥妥的乡巴佬进城，丢霍家的脸。别怕，有我在，谁敢当众笑话你，我明天就收购他们家的公司。先喝点果汁。糟了，反应竟然来得这么快！霍太太这是……哎呦，瞧霍太太那样子，怕不是孕吐了吧？这怎么可能？全京城谁不知道，根本生不了。她要是真怀了，那孩子姓不姓霍可就难说了。你们在胡说什么？我太太只是肠胃不适，以后再让我听见这种捕风捉影的脏话，
后果你们自己掂量。霍总，我们开玩笑的。不舒服就不用待了，我送你回去。以后这种不喜欢的场合，不想来就拒绝，没人能强迫你。他在极力维护我，甚至不惜当众撕破脸遮掩流言。可是他根本不知道，流言是真的，我怀孕也是真的。更荒唐的是，我怀的偏偏就是他这个绝嗣总裁的孩子。既然不让医生查，那就好好回房休息。不见了，明明塞在最里面的，怎么会不见了？夏无，你怀孕了。夏无，你怀孕了。结婚1年，我从来没有碰过你。夏无，孩子到底是谁的？我该怎么告诉他，在那场他高烧昏迷的雨夜，是我见色起意，是我偷偷冒犯了他。这个孩子，你打算生下来？好，你想生就生，我尊重你。但我还没大到心甘情愿给别的男人养孩子。我会送你出国静养，等你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们就离婚。等你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们就离婚。爷爷那边我会暂时瞒着，对外就说送你出国治疗生态。听到离婚，我其实并不意外。这场婚事本就是因为爷爷的强求，现在他终于自由了。他彻底封锁了消息，他给我留了最后的体面。太太，您的房间在2楼向阳面。先生交代了，您的所有饮食都要严格按照食谱来。霍元川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，周全到无可挑剔。宝宝发育得很健康。太太，这是我为您制定的深度康复计划。他给了我黑卡，给了我最好的医疗。他给了我黑卡，给了我最好的医疗。或许是因为不爱，才能如此大度从容，又或许这是他对我安静离去的补偿。霍言川，你真的是个心底温暖、行事体面的男人。可惜我的爱终究是上不了台面的秘密。刚好在这边出差。霍言川向来是出了名的事业狂，从不浪费时间。来你这儿借住。可这一次，他居然在别墅里整整住了3天。工作处理完了，我想出去逛逛。工作处理完了，我想出去逛逛，你要不要一起？我不敢去人多的地方，怕别人看不懂我的手语，引来嘲笑。不去商场，逛逛超市，吃个家常菜，或者去公园散散步，别天天闷着，对身体不好。原来他绕了这么大一圈，只是想带我出去散心。他什么时候学会手语？待会儿想吃什么？我知道有一家不错的餐厅，一起试试。你为什么能看懂我所有的手语，而且看得这么熟练？因为我专门学过。什么时候学的？5年前，我专门学过。什么时候学的？5年前。5年前这3个字，像一把生锈的钥匙，猛地拧开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。原来是个哑巴，这手舞足蹈干嘛呢？谁看懂啊？长得挺漂亮，叫声哥哥，我就带你出去，怎么样？
你是不是找不到出口了？别怕，我带你出去。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我原本对嫁入豪门半点兴趣都没有，直到那天爷爷递给我一张照片，只因为是他。5年前在海洋馆，他是我生命里唯一照进来的一束光。夏小姐，你好。我认出了他，可他似乎早已忘记了那个在海洋馆哭得狼狈的小姑娘。这次也是出差，住不惯酒店才来的吗？临时出差。霍老爷子早就给我打了跨国电话，说某人特意腾出2天假飞过来陪我。这种拙劣的借口，也亏他能一本正经地说出口。想不想去海洋馆？明天我带你去。我就在这等你，我就在这等你。是鱼塘，他的青梅竹马，那个曾经被全京城公认为他未来妻子的女人。异国他乡的偶遇，夏雾绝不相信这是巧合。走吧，我们回去了。那个曾经被他捧在心尖上的鱼塘回来了，是因为旧情难忘吗？所以见到他，他的情绪才会如此低落。国内有些急事，我订了明早的机票，得先回去。国内有些急事，我订了明早的机票，得先回去。急事？是公司的急事，还是跟鱼塘有关的急事？白天见了鱼塘，晚上就有急事，我要怎么相信？好好照顾自己，有事随时找我。霍言川，你到底是来陪我的，还是来接他的？头等舱，邻座，果然是他。鱼塘和霍言川搭乘同一趟航班，他这次专程飞来国外，根本不是为了陪我散心，而是为了接他回国吧。原来所有的温柔，不过是给爷爷的一场交代。霍言川，你当真是好演技，我差点就天真的以为你是真心在意我，原来从头到尾都只是我一个人的自作多情。夏雾啊夏雾，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巴，哪里比得过他的白月光？江晴，他怎么这个时候找我？原来这才是真相。霍言川执意要跟我离婚，根本不是因为怀疑这个孩子，他只是在等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，把霍太太的位置腾出来，还给他的青梅竹马。夏雾，你拿什么去争？人家是青梅竹马，是千金名媛，能言难辩，
而你只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巴，一个连孩子父亲都说不清楚的笑柄。我从来都没有胜算，我从来都没有胜算。从5年前的海洋馆开始，我们就注定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既然你的心里从来没有过我，既然这场梦迟早要碎，霍言川，等孩子出生，我会带着他彻底消失在你的世界里，再也不见。这一次，他没有再找任何出差的借口，就这样坦然地出现在我面前。夏雾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瞒我多久？孩子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？夏雾，别跟我开玩笑，我还能用1年让你怀上孩子不成？我有那么一瞬间，真的想把那个雨夜所有的荒唐全都告诉他。我想告诉他，我趁他烧到39度5的时候，卑劣的冒犯了他。可我不敢。如果他知道我是个趁人之危、不知廉耻的女人，他还会像现在这样温柔地陪我散步吗？他只会厌恶我、嫌弃我。看着他期待孩子降临的模样，我终于想通了。可以和他打电话争执、撒娇，甚至肆意倾诉情绪的人是于谈，而我天生失语，我给不了他有来有往的回应，给不了他普通人最简单的幸福。在他面前，我永远只是一个哑巴。刚才你想说什么？累了吗？怎么不理我？累了吗？怎么不理我？我该怎么办？到底要不要告诉他真相？他要是喜欢鱼汤，那我又该怎么办？我只能躲在这里，守着一个人的酸涩。夏雾，开门。不，你很不开心。夏雾，别骗我，是因为刚才那通电话吗？别对我冷暴力，语言只是表达方式的一征，你还有手语、眼神、肢体风度。受了委屈，一定要告诉我。你帮我把他拉进黑名单，好不好？你帮我把他拉进黑名单，好不好？他在教我占有，教我宣泄，他在告诉我，我可以对他肆意妄为。以后如果我让你吃醋了，不用憋着，你可以咬我，也可以掐我，我会清楚地感知到你的情绪。原本以为生下孩子就会离婚，可他这几个月的迁就与呵护，分明是想和我过一辈子。以后在我面前，就多用这样的肢体语言告诉我你的心意。原来被放在心尖上偏爱是这种感觉。会议延迟。可是霍总，这个合作订最近一趟去那边的航班，立刻。
霍先生，太太正在努力，情况平稳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辛苦了，老婆。这就是我们的孩子，你看，他们真的很像你。你之前说过，生下孩子就离婚，我净身出户，你签字吧。还没坐完月子，你就急着给那个野男人腾位置，他就这么急着想娶你？我们不离婚了，我们不离婚了。你别想成全那个野男人，我不可能放手。外界都说我不行，与其领养别人的孩子，不如直接留下你的这对龙凤胎，我亲自养，他们往后就是霍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。前段时间还说绝不给别人养孩子，这才几个月，他居然把自己给说服了。好，不离婚，但你不许嫌弃我不会说话。我从来没嫌弃过你。下午，其实我好像没什么，你好好休息，剩下的以后慢慢说。在国外坐完月子，他便迫不及待把我们接回了国。为了护我周全，他对外宣称这2个孩子是领养的。爷爷，这孩子是我们私下领养的。罢了，只要是你和小雾的孩子，领养的又如何？咱们霍家终究是有了后。我要当太爷爷了。老夏，恭喜你要当太外公了，咱们2家添丁了。是大好事，这杯酒必须得干了。男孩子叫霍晨安，小名程程；男孩子叫霍晨安，小名程程；女孩子叫霍婉宁，小名玲玲。这就是他们的名字，程程、宁宁。不得不说，霍延川那份通透大度，多半是遗传了爷爷。回国后，我回到了爷爷的医馆。这份工作虽然安静，却让我觉得无比踏实。黄柏、仓促、茯苓、啧啧亦引人。累了吗？累了吗？老人家舍不得孩子，便接到了老宅。每天下班后的这1个小时，是我们最珍贵的时光。专门为你调理身体的，趁热喝。他从不推辞，即便我每天变着花样折腾这些苦涩的草药，他也总是喝得一滴不剩。我喝完了。老婆，分房睡了1年，是不是该搬回来了？当初分房是我提的，现在他想要结束冷战，我竟然有些手足无措。夫妻分房睡很影响感情，心跳在这一刻彻底失控。怎么了？
看来这几天的药膳确实补得太猛了。明天得把药量减半，清淡点才行。我去冲个澡。这些活计平日里都是王妈他们做的，霍元川这是怎么了？睡不习惯，自己洗洗。模样竟然还有几分可爱。下午，以后那个药膳不用再炖了。药膳补得太过，他这是受不住了。看来他的身体早就调养痊愈了。既然全好了，要不亲自检验一下效果？夏无，你在胡思乱想什么？坚持，一定要坚持！日子过得飞快，今天是霍爷爷的60大寿，全城的豪门圈子几乎全到齐了。爷爷，福如东海。好，只要你们两个恩恩爱爱，我就知足了。是于堂，他回国了。夏沫，你胆子可真够大的，在外偷偷跟人私会，怀了种，竟敢带回霍家让延州养，你脸皮是有多厚？哦，我忘了，你是个哑巴，想反驳也张不开嘴。当初若不是我主动退婚，哪里轮得到你这种货色简陋？如今我离婚了，白月光在男人心里的重量，你应该很清楚吧？你在乱七八糟比划些什么？别用你那双眼睛看我，你瞧不起我！别用你那双眼睛看我，你瞧不起我！你也配吗？我再不济也是个健全完整的女人。延川最讨厌别人对她冷暴力，以前只要我不理她，她就会低头求我说话。你这一辈子都发不出声音，守着一个活死人般的哑巴，延川迟早会崩溃，会厌烦。难怪霍元川之前叮嘱我不要对他冷暴力，原来是因为鱼塘。话说完了吗？你费尽心思跳脚挑衅的样子，真的很可笑。你居然敢嘲笑我！好，你给我等着，待会儿我就在霍老爷子寿宴上让你颜面扫地，看你还怎么装！漂亮小丑，且看你还能演多久。夏木，刚才鱼塘是不是又找你麻烦了？我看他出来时脸色很差。你是个哑子，一辈子都发不出声音。只要我回头，延川一定会甩了你。夏无，你听好，当年拒绝于家联姻的人是我自己，他从来不是什么白月光，自始至终，我心底的人只有你。5年前在海洋馆看到那个迷路无助的你，我就已经动心了。5年前在海洋馆看到那个迷路无助的你，我就已经动心了。我知道你不会说话，我也怕流言伤你，所以我内心自卑，不敢靠近，只能在暗处偷偷学手语。原来这场婚事不是霍爷爷的强求，而是他蓄谋已久的求娶。海洋馆纯属偶遇，他想让我放他出黑名单，我当场就拒绝。至于那些照片，全是他收买江晴偷拍或者伪造的。鱼塘一直在拿你怀孕的事威胁我，想逼我复合。
于堂一直在拿你怀孕的事威胁我，想逼我复合。还有那个风筝传闻，我当年只是贪玩爬树摘野果子，跟他于堂半点关系都没有。所有的误会都解开了，霍言川，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，少爷、少夫人，出大事了！于堂在宴会大厅当众闹事，老爷子请两位立刻过去。别怕，既然他想找死，我成全他。霍爷爷，你被夏无这个哑巴骗得好惨，他背着绝色的言川，在国外生了2个野种。只要背着这话在外面生野种，原本就不能生吗？这哑巴胆子也太大了。言川根本不能生，全城都知道。那夏无这个贱人是怎么怀孕的呢？言川根本不能生，全城都知道。那夏无这个贱人是怎么怀孕的呢？夏无谎称在国外养病，实则是偷偷在外养胎。言川哥哥被他耍得团团转。霍老爷子，言川糊涂了，你一定要清醒啊！这2个龙凤胎根本不是领养的，是他在外面跟野男人生的。他带个野种回来冒充霍家继承人，简直无耻至极！什么野男人，简直荒谬！老头告诉你们，程程和玲玲就是言川和夏无亲生的骨肉。言川的身体早在大半年前就彻底痊愈了。那些流言，谁在传？就是跟霍家过不去。不，言传绝素是我亲耳听见医生说的，报告单我还亲眼看到了。言传怎么可能还有生育能力？不可能！霍爷爷，你不能为了护着这个哑巴就不分是非啊！不可能！霍爷爷，你不能为了护着这个哑巴就不分是非啊！你快闭嘴吧，三妈求你了！凭什么霍家千亿家产，凭什么给那个哑巴生的种？这不公平！畜生，都闭嘴！你想害死全家吗？霍老，对不住，是小女疯了，我马上带着孽障走。老于，不用带走了。从今天起，霍家与于家所有合作全部终止，商场2之上，死生不对头。来人，把于家这一房统统赶出去。我在此郑重告诉各位，程程和宁宁就是言川和小五亲生的骨肉。言川身体早在大半年前就彻底康复了，过往传言全是无稽之谈。谁敢再有半句为此，就是跟我霍某人过一去。天哪，那是霍家传家镯子！天哪，那是霍家传家镯子，竟然真给了这哑巴！言川，替小芳带上，这是霍家代代相传的女主人信物，从今天起，她属于小霍，孩子绝对是亲生的，不然老头子怎么可能把传家宝给一个外人？小吴，今天受惊了吧？在宴会前，我就跟老霍坦白了，告诉他孩子就是言传的种。老霍高兴的差点把房领掀了。我们2个老家商量好了，得先瞒着言传，让他多吃点醋，多疼疼。我们啊，得合力把你们这桩婚事护稳了。原来所有的风霜都有人替我遮挡。霍言川，你这个大傻瓜，你还以为爷爷是在撒谎吗？等今晚回了家，我一定要把那个雨夜的所有真相全盘托出。等今晚回了家，我一定要把那个雨夜的所有真相全盘托出。言川，你快看，程程这鼻子这嘴，跟你3岁时一模一样。怎么会这么像？他明明被医生宣判了绝嗣，可眼前的孩子却和他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。老婆，跟我说实话，程程和宁宁真的是我的亲生骨肉吗？可我们从头到尾从来没有真正同房过，怎么会有孩子？我总不能现在告诉他，那是趁他高烧39度5的时候，我主动冒犯了他吧。老婆，我今晚就在你房间睡。老婆，你身上好香。
香。老婆，你身上好香。老婆，你还没回答我，孩子到底是怎么怀上的？不如我们再重新示范一次。既然你不吭声，我就当你默认同意了。我是个哑巴，就算想大声拒绝也发不出声音。既然如此，就用肢体语言代替。上一次是不是5年前我高烧昏睡那晚，你偷偷主动的？果然是你，小骗子！果然是你，小骗子！窗外天都快亮了，这一晚我彻底见识到了药膳固本培元的威力。老婆，你知道吗？那年我高烧昏睡那晚，我其实隐约是有知觉的，那时候意识很模糊，我分不清那是真实发生的，还是我被注视做的一场荒唐梦。这5年，我时常梦见那个夜晚，直到昨晚，我才敢确定，我守了5年的梦，原来是真的。既然误会已经解开，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想亲口喊出他的名字。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想亲口喊出他的名字。从那晚之后，我们彻底结束了分房。老婆，把你当年趁我发烧做过的事再重来一遍好不好？好，累就不闹你。好，我给你安安静静放松一下。其实也没有那么累，只要不用我费力，好像也不是不可以。老婆，你刚才是不是说话了？我刚才明明没有张口，哪来的声音？难道声带康复真的起效了？怎么哭了？怎么哭了？不喜欢吗？不是不喜欢，是太喜欢了，喜欢到心口发烫。我听见你的心声了，你在心里告诉我，你很喜欢。老婆，幸好当年爷爷让我娶了你，幸好我没有再次错过你。老公，老婆，你可以说话了。老公，言川，言川，我在。睡吧，老婆。明天我们带程程、宁宁去海洋馆玩。上次来海洋馆，有人还吃醋了，足足好几天没理我。老公，这就是爸爸妈妈定情的地方。定情是像童话书里王子亲吻公主那样吗？那爸爸亲妈妈了吗？凭什么？我家破人亡，房产被封，夏无这贱人凭什么还能这么幸福？妈妈，我要吃草莓棉花糖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怎么，霍言川，当初余家家世显赫，我是你实打实的未婚妻，
就因为一场意外受伤，短暂退婚，你就转头找了个来历不明的哑女。当年你亲眼见我确诊难孕，当场摔了戒指走人，我成全你自私，主动退婚。我娶夏无事堂堂正正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不会说话的废人，凭什么带霍家主母的信物？一个不会说话的废人，凭什么带霍家主母的信物？指不定是夏无靠着祖传样杀耍了什么阴刀，用旁门左道骗你。这两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种，还真难说。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也就你会被蒙在鼓里。你是个哑巴！只要我回头，言川一定会甩了你。怀孕了又怎么样？之前碍于情面，现在等着回去收律师函吧。各位别听他们一面之词，是他们有钱人仗势欺人。嘿，原来是嫉妒人家过得比他好，在这碰瓷呢。是他们有钱人仗势欺人。嘿，原来是嫉妒人家过得比他好，在这碰瓷呢。别怕，我们去看小企鹅。3天之内，我要让整个余家在京师彻底消存。回首过往，所有的自卑、委屈与猜疑，早已化作了如今的温柔相守。5年前的相遇是开端，爷爷们的撮合是缘分，而那个雨夜，是命运注定的纠缠。往后的日子，我们一家4口安稳度日。霍言川把我宠成了全城最幸福的女人，他把所有的偏爱都给了我和孩子。霍太太，好久不见！您家那2个宝贝真是可爱，您气色是越来越好了。是啊，霍总和霍太太真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。是啊，霍总和霍太太真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。那些嘲讽和恶人都已随风而逝。余家破产了，余堂为了虚荣，终究是把自己送进了泥潭。坚持这么久的针灸与发声训练，你的声带恢复状态远超预估。今天试着连贯说话吧，不用着急，放慢语速，想着你日常最想说的话。这些年，辛苦您了，辛苦您了，辛苦您了。完全康复，以后可以正常说话了。言川，以后我可以亲口和你说话了。李阿婆，您这胃气不和，湿热内蕴，脾虚久了就容易犯困，食欲也不佳。是啊，夏大夫，吃什么都提不起兴趣，晚上还总睡不踏实。药方给您调整一下，以健脾化湿为主，饭后半小时服用，1日2次。晚上可以稍微用热水泡泡脚，放松心情。这段时间饮食要清淡，忌辛辣油腻。多谢夏大夫，您开的方子真是管用，上次我吃了就好多了。不必客气，按时服药，注意忌口就好。
下班了？今天最后一个，等很久了吧？没有，是我来早了。